MACD 抄底战法的正确使用，20年稳赚不赔，值得收藏。很多新股民死于追高，老股民死于抄底。老股民抄底越抄越低，深不见底。那么在实战中，如何利用 MACD 将我们的抄底变得成功率更高呢？让我们来开始今天的内容吧。请观看视频的朋友们先点个关注，以便后续反复观看。首先，第一个部分，我们要学习重点的 MACD 抄底注意事项，然后我们会重点去实战演练两种重要的 MACD 抄底信号，一种是零轴之下的底背离，而另一种是零轴附近的金叉。我们先来学习一下第一个注意事项。首先，零轴之下的抄底永远是比较危险的，因为我们之前都学过，零轴是强弱的分水岭。如果股价经过大幅下跌之后，已经形成了下跌的弱势状态，这时 MACD 一定是在零轴之下的。那么抄底也一定要注意风险控制。第二个就是双背离比单背离好。很多股民都会有对于背离的疑问，到底是看快线还是看慢线，还是看金叉呢？今天的视频我们会重点把这个讲清楚。也许你在其他视频也有这样的疑惑，但今天的视频听完，你一定能够非常的清楚。最后一个，所有的抄底都必须注意风险控制。这个风险控制就是你要注意仓位控制，也要注意有确认信号才开始出手买。同时，一旦跌破止损位，要立刻出局，严格执行。我们先来看一下图中，我将这里的股价和 MACD 标注了显性底背离。什么叫显性底背离呢？那就是股价的运行方向不断向下，而 MACD 却方向相反，不断的向上。那么很多人就会有一个问题，如何去看背离的对比？这里的建议是，主要利用快线的数值变化，就是图中的蓝色线比较灵敏，它就是快线。快线在同样的价格对应区间里，不断的是价格的抬高，这是一个显性底背离。我们再来看图中这个位置，股价的低点是向下的，而快线的数值是略微向下的，所以这个不是显性底背离。显性底背离一定是股价明显向下，但是快线的数值明显向上。再来看一下这个位置，股价向下， MACD 蓝线的数值略微向下，这也不是显性底背离。很明显，显性底背离未来上涨的力度更大，所以第一种零轴之下的底背离，我们建议选择显性底背离。那么什么叫做双背离比单背离更好呢？我们再来看图中这个案例，很明显股价的低点明显方向向下，对应的 MACD 蓝线快线的数值是抬高的。而同时如果去观察金叉，什么叫金叉呢？金叉的位置是抬高的还是降低的？这里的金叉位置明显是有一点降低的，所以它不算是两种显性背离，只是快线跟股价的显性背离。但是金叉呢也算背离，就是不太明显。而如果从这个低点和这里进行对比的话，这两个低点方向是向下的，而再去看图中对应的位置， MACD 的数值蓝线肯定是抬高的，而同时看金叉的位置也是抬高的。这样的背离就是双显性底背离，既有股价跟快线的显性背离，又有两个金叉跟股价的显性底背离，所以后面立即出现大涨。再来看一个更加明显的案例，图中股价两个低点向下，而对应的 MACD 快线明显向上，金叉也特别漂亮，还是明显向上的。这时就是两种显性底背离同时出现了，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信号。但是这时我们要提醒大家，只要是零轴之下，大家利用底背离来抄底，一定是比较危险的。大家在使用时要注意仓位的控制和风险控制。如果在这里买入之后，比如说图中这里的金叉买入之后略有回踩，
然后探底回升，随后陆续继续上涨。只要收盘没有跌破超过我们的止损位，我们仍然可以继续持有，得到后面的大幅利润。在实战中，如果大家看到有零轴之上的底背离，一般是比较安全的。今天的视频我们没有针对零轴之上的底背离来讲解，因为这个很安全，也很简单。我们再来看第二种，就是在零轴附近出现金叉。图中的这个案例呢，在上升回调之后出现了零轴附近的金叉，而在第一轮上升之前，同样出现了刚才我们讲的明显的显性底背离。为什么呢？因为快线的蓝色数值是抬高的，股价是降低的，而金叉是不是明显的底背离呢？显然也是，因为股价向下，但金叉的位置有向上抬高，所以出现了明显的上涨。上涨之后呢，一般来说，超跌反弹，上涨之后回调如果企稳，那什么叫回调企稳呢？比如说回调能够受到向上的60天均线的一个支撑，或者说受到前面重要的高点位置的一个支撑，而这时又很巧合，下面的 MACD 在零轴附近出现金叉，这就是我们定义的至尊买点。也就是说，已经经过了上升，然后回调力度较大，但是 MACD 也刚刚好来到了零轴附近，就马上出现金叉。同时 K 线在60天线附近止跌之后，跳空向上突破了，才有了后面的上涨。所以第二种零轴附近金叉其实是非常好并且安全的买点。当然，如果这时你能够看到一些在零轴之上的明显底背离，也是可以参与的。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 MACD 抄底的技巧。有任何问题，欢迎大家在讨论区留言。我是爱分享股票知识的 Lucy， 关注、转发加点赞，下期精彩持续看。